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6年2月的公报，到2025年，中国全国就业人口约 7.25 亿，而第5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截止2023年末，光是制造业单位里的就业人数就有约 1.04 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即便按最保守的口径算，中国每7个就业者里，差不多就有1个人是在制造业的工厂里就业。但接下来这组数据却撕开了这层平静。这是一个专门追踪中国抗议与维权事件的数据库，自由之家提供的记录。2025年全年，中国一共记录了5343起抗议维权事件，其中跟工人相关的接近2500起。而到了2025年第4季度，工人主导的事件比例竟然占到了 54%。请大家细品这个比例，在账面上，工厂工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1/7，可到了维权现场，工人却占了半壁江山。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最关键的劳动力量之一，也正是今天最频繁被逼到维权前线的一群人。我觉得真实的情况只会比表面数据更加严重和残酷。这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关乎的人太多，牵扯的问题太深，所以我不打算一上来就教大家怎么维权。因为如果现象都没看完整，你看到的往往只是最热闹、最冲突的那一面，可真正决定事情走向的往往不在那一面。你一旦只盯着表面，就很容易把事情看错。事情看错了，问题就找不准，问题找不准，后面的解决办法就只能治标，治不了本。所以我想按一个最基本的顺序来，先把现象看完整，再把问题找准确，最后再谈怎么解决。我们先看近3年关注度最高、热议最多的工人维权抗议现象。深圳易利森工人大罢工。2025年12月，深圳易利森大约3000名工人连续多天停工，聚集维权。公开流传的工人公开信和多方整理显示，这是抗议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公司长期实行5天8小时，取消加班，导致很多工人实际到手工资掉到2000元左右，低于深圳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2520元。在罢工前一天，资方只提出对12月不加班员工发放一次性200到300元生活补助，这并没有解决工人最关心的收入和补偿问题。所以12月4日大规模停工爆发，工人当时提出的诉求也很明确：第一，恢复正常加班，保障基本收入；第二，如果企业继续维持这种低工时、低收入的安排，那就按照工龄依法赔偿，也就是工人反复强调的买断工龄或按工龄补偿；第三，工人反对企业通过长期低收入、产能转移和岗位缩减，逼老员工自己离开。所以深圳易利森这场罢工最值得注意的不只是人数多，而是它非常集中的把今天中国工厂工人最常见的几类困境都展现了出来。核心其实就是这几个词：加班被砍、收入塌陷、变相裁员、补偿谈不拢。而如果把视野放大到近几年更普遍的工人抗议，讨薪同样是最常见、最突出的抗议导火索之一。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中国工人抗议现象的全部，那你就把这件事看得太浅了。对于没在工厂里被真正脱过一层皮的人，很容易被刚才那些热闹的报道给一带而过。但我走过全过程，并且体会很深刻，我知道在那些宏大的抗议背后，还藏着更普遍、更隐秘、也更残酷的真相。这些真相往往没热度，即便偶尔有报道，也大都只是隔靴搔痒，触不到真正的命门。正因为看透了这种无奈，很多工友干脆就不说了，他们选择隐忍，选择打碎了牙往肚里咽，不是不疼，而是觉得说了也没用。所以要把中国工人的维权困境看清楚，并且看完整，就不能只盯着最热闹的现象，得看工人完整的3个生命周期：进工厂前、进工厂中、离开工厂。我们先从最开始讲起。中国绝大多数工厂招人，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工厂自己直接招，而是通过劳务派遣。而中国很多劳务派遣跟工人的关系，很多时候说白了就是封建奴隶主跟奴隶的关系。在他们眼里，你不是人，而是资源，他们想方设法从你身上榨出每一滴利润。进工厂之前找工作，不管你去的是介绍所、人力资源点还是网上招聘，很多时候最后都会被送到派遣公司手里。网上和中介招工最常见的套路就是先把工价写得很高，通常是市场价的2倍左右，然后跟你说干满几个月就有巨额奖金，通常在几千块，而且活也跟你说得很轻松，环境也说得很好，甚至跟你说厂里年轻单身的女性很多，还可以找女朋友或者老婆，反正目的就一个，
先把你忽悠过来再说。等你人真的到了，开始签合同了，你才发现工价和奖金跟当时口头的承诺不一致。这时候你和他们理论，他们不会直接承认骗你，他们会先稳住你，跟你说先干1到3个月，差的钱后面会补给你。可真等到你干完几个月之后，如果是网上联系的，你人到时候都找不到。要是有实体门店的，他们就跟你装不知道，叫你去找之前联系你的人，跟他们没关系。如果你遇到更黑的地方中介，在中国中介也是有地盘区域划分的，有些省的区域中介就是黑社会，他们联合起来几乎垄断了当地的工厂就业市场。有些找工作的人觉得某家中介不讲诚信，服务还特别差，于是想换家中介，他们就会说，只要我不同意你从我这里离开，你去其他中介找工厂的工作，这个区域所有的厂都不会用你。不信你试试看。为什么招工这个利益链条会这么千方百计的去忽悠人来干活？不单是招一个人，工厂会给他们多少钱和奖金，还有工人本身就是一种资源，吃喝拉撒睡可以全方位无死角进行套利，就像人口贩子和被拐卖人口之间的关系。另外，很多工厂招普通工人，很多时候不要大学生，因为大学生通常意味着知识多、思维能力和自我意识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好管理和压榨，还容易出现工人抗争维权。所以很多招工的人士更偏好那些学历低、更缺钱、退路少，最好还是家境很差的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更不容易且没有能力跟他们抗争。大白话就是他们喜欢欺软怕硬，尤其偏好欺压弱势群体，因为这些人更好剥削和压迫，而且忍耐力极强。等你跟中介的人确认好要找工作，然后就是收费。很多地方会先收你一笔介绍费，通常在100-200左右。如果是好的工作或者职位，甚至要的更多，因为他们在工厂有认识的领导熟人，可以走后门。而有些黑中介专门推那种烂厂，反正知道你干不了几天就会跑路，你一走还会回来再次找工作，再收一次费。如果你不回来，他们下次还能继续收别人的介绍费，填补这个空出来的岗位。所以中介最喜欢大家拼命换工作，而等你选好了厂，进厂前还要找你收体检费，通常200元左右。中介说不体检不让入职，而这些所谓的体检很多时候就是走个流程，然后盖个章。这些钱的大头最后就是中介和医院瓜分，而且医院还得到了免费的血液，又可以赚一笔。再往后，入职申请表、拍照、复印身份证、买笔、填资料、签合同，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你都得找他们花钱解决。而在你填资料和签劳务合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向你们推销办免费的手机卡，加入免费的微信群，中介又能从中抽掉一笔任务佣金。而且有些劳务派遣合同还分正式工和试用工，中介当时承诺你的是正式工的工资，你签的是试用期的工资，实际上等你工作后想转正式工，你根本拿不到正式工的工资和奖金，因为中介会和厂里的领导勾兑，想法设法把你搞离职，天天使劲骂你，不给你加班，然后让你干最累的活，你自然会走人。就算短期承诺给你干多久，有奖金的人，中介叫返费，到时候基本就没人认。就算你们有书面协议，到时候踢皮球，叫你去找和你签字的人，但是真相是他们都是一伙人。等你办完入职，还要办理厂里住宿，有些派遣公司会让你交住宿费、押金，说你干完几个月会给你，然后卖给你一套被子、枕头、床单，这又不少赚。而这个所谓的住宿押金，要是干到约定的时间，有一部分中介不会退，到时候会踢皮球，踢到收你钱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你早已联系不上，而更多的会退钱，因为到时候厂里就会把奖金给到中介，要是你干不到约定的时间，违约金就可以直接没收，而这个押金厂里可从来没要求给过，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制造收钱的由头。不管你干与不干，劳务中介都能再次赚一笔。然后你入完职，办好住宿，你刚开始工作，每天总得吃饭吧？可一些进厂的人本来就是中国社会里最苦的那一批人，直接点就是没钱吃饭，而这批人本来就和家里人矛盾很深，也就是他们不会问家里要钱，朋友很多则是酒肉朋友，不会借钱给他们，又或者是比他们还穷。这个时候有些派遣就会把握这个时机继续吃你。我亲眼见过，派遣就预支工资给他们，然后收取利息，借钱的额度是你工作几天后再给，后面从你工资里扣，所以不怕你跑路。印象最深的那次，
有些人连续几天，每天只吃一顿饭，来不及等到工作几天后再预支工资，中介晚上就拉这些人去卖血，当晚就能拿到钱，中介也能从中再抽一笔，第二天又回来上班。我对他们说，这样做对身体不好，有些医院的针头如果重复使用，还有可能染上疾病。当时就被其中一个人骂惨了。核心意思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们还说我们卖血不算啥，总比一些人去试药强吧。这里指药物在正式上市前，为了验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人体上进行的科学实验。参与这些实验的人被称为试药人，通常测试时间在1周左右，报酬的多少取决于药剂风险与周期长短，回报在几千和几万不等。而风险则是他们在透支健康后，面临药物后遗症、疾病及维权无门的终极代价。等你把这些都熬过去，你以为最难的过去了，其实真正的折磨才刚开始。一般稍微大一点的工厂，入职前都会搞培训，厂纪厂规、消防知识、工资怎么算、安全这些等等都要培训，通常是带薪培训1到3天，但很多厂培训就是走个形式，讲几个小时，叫你签个字，确认完成培训就行，然后就让你去做保洁、干杂活。有些地方甚至会搞那种服从性测试，有些厂的人事故意把厂牌扔地上，让人去捡，你要是不服气，跟他对着干，他直接就说你不服气可以立马走人，而你那时候身上没钱，甚至还欠着钱，又折腾了那么久，所以最后大家通常都会忍了。培训完了，于是开始上岗正式工作。中国很多年轻人最爱进的就是电子厂，做手机、耳机、电路板这类电子产品。这种厂的薪酬特点就是工资是固定的，而不是计件的，也就是说无论你一天干多少活，就那点钱。于是你的直接领导、领导的领导就会不断提高下面员工的工作产量，同时你的小领导每天都会盯着你，不断催促你提升工作速度。在这个过程中，辱骂、催促、威胁甚至动手，这些都不稀奇，所以又叫工厂死亡流水线。你要是不满，要是敢顶一句，最简单的报复方式就是不给你加班，而工人的工资很多时候就是底薪加加班，没加班拿到底薪，扣掉社保和基本开销就剩1000多，那你还怎么活？要么就是直接骂你，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人，有的是人干。而为了追求极致的产量，连上厕所都有时间规定，小便和大便都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如果超过时间，你回来就会被骂，而且下一次不会再给你上厕所的机会。上厕所的岗位空缺，通常是小领导来顶替你的位置，如果小领导不在，或者同一时间上厕所的人多，你就得憋着，等到快下班的时候，产量指标要是还没完成，骂你是肯定的，而且还经常要你义务多干半小时到1小时，没有工资。最恶心的是高产量带来的好处和分成，最后全是领导层瓜分，工人1分钱拿不到，代价全是工人们自己扛。工作中还有一种事，很多人根本想不到，明明是规定2个人的活，最后让1个人干，剩下那个人的工资有些进了领导的口袋，也就是吃空饷，有些就成了别人上班打个卡，然后出去玩，偶尔在厂里刷下存在感，下班就回来打卡。等你熬到发工资那天，有些派遣胆子更大，每个月社保钱从工资里扣了，但实际根本没给你买。这里的社保指的是工伤保险，赌的就是不会有人在工作中发生意外，这个钱就被直接吃掉。由于你的工资是工厂发给劳务派遣公司，公司再发给你，这里面就有很多操作空间，比如每个人多扣你几块、10几块钱，你就算觉得不对，但是由于数额太小，你也通常懒得花精力追，还有更多的隐蔽操作套路，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再往后，就是很多工人最后最容易吃亏的一步，离职。有些人干了几天真受不了，就不来了。厂里常忽悠人说旷工3天算自离，没有工资，可实际上只要你干过活，你就有工资，最后这钱依然被派遣公司直接吃掉。如果你是想走正常离职程序把钱拿到，结果就是领导故意刁难你，不让你离职。可事实是你跟厂里又没签合同，你本来就不是必须要求厂里同意，只需要派遣公司同意，给领导打个招呼表示尊重就行。但派遣为了和厂里长期合作，往往就会站在厂里那边一起骗工人，厂里领导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尤其到了过年，这个问题最明显。中国人过年回家本来就是文化传统，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可很多厂法定假日就放3-4天，对那些外地工人来说，光来回路上就2天左右。你想多请几天假，领导就开始卡你，不给你批，关系好的就会批，因为都走完了，过年工厂赶货就没人了，这个时候招人也不好招，你非要必须回去，很多时候就只有自离，而自离是没有工资的。所以聊到这里，我们就把工人完整的3个生命周期，进工厂前、进工厂中、离开工厂，几乎所有现象都聊完了。可能还有些现象或许有些纰漏，比如更隐蔽、更灰色的地带没有涉及到，但是这些足以可以用于我们接下的现象分析，找出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很多人一谈中国工人的处境问题，喜欢把它归纳成4个层面的问题，体验、感受最直接、最容易看到的一层，当然就是工厂里面搞管理的那帮人，比如县长、主管、厂长、人事等等，他们经常合起伙来，故意整你、欺负你。相信大家从上面我聊到的现象已经深有体会。我自己当年进厂工作的时候，当时也是这么想的。那时候的我还是个愣头青，头还特别铁，是个敢于较真的人。当时我们一群入职的新员工被分配到最累的车间，下班的时候，小领导叫我们义务加班半小时，不配合的人第2天就不用来上班了。被领导欺负，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忍，而是去告。我以为大家平时都这么憋屈，非常不满。为了共同利益，我们人多，肯定能有非常大的优势。到了真要出头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去。结果现实非常打脸，就我一个人。也许当时我身上有钱，其他工友没钱，甚至还欠钱，他们非常需要眼下的工作维持生存。而且我那时候还特别天真，我真以为只是小领导在下面使坏，上面的大领导、主管级别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因为厂里平时就是这样演的，小领导天天做坏人，大领导偶尔出来做个好人，让大家以为上面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烂。所以我当时真跑去了主管办公室，主管的办公地点就在我们工作的车间里。我进去转了一圈，当时我们直系主管不在，我就把问题跟其他主管一股脑都讲了，结果根本没人理我，那些人看我的眼神就跟看傻子差不多。我当时就意识到不对，主管跟小领导是一伙人，小领导是主管提拔的，是帮他做事的得力马仔，真实情况主管肯定知情，所以找主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小领导知道了我找主管告他的事，于是他要直接开除我。看我无动于衷，接着说，就算你赖着不走，我也有的是办法整你，让你干最累的活，天天找人骂你，还不让你加班，你自己干不下去就会滚蛋。我那时候还是天真的觉得主管车间官官相护，只手遮天，我要告御状，告到厂里的高管厂长那里，他们有学识，还当那么大的官，肯定通情达理，能替我们工人解决问题。下面的人都是一群社会混混在胡搞。结果我那天下午直接跑去高管办公那栋楼门口堵人，说我要告我们领导欺压工人。最后什么结果？保安门都不让进。偶尔碰到一个进楼的大领导，人家问2句，直接1句话打发你，这事不归我管。我在那里等了几个小时，结果都是无果而终。所以很多人把问题归到第一层，工厂管理层的问题看似有几分道理，但是一实证他就站不住脚。再往下，很多人就会说问题在资本，工厂所有的管理层都是资本在背后掌控，服从资本的意志，管理层只是在为虎作伥，而资本是贪婪逐利的，管理层只是投其所好，主动不断剥削压榨工人，实现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这话看似也没错，中国的资方尤其突出。2023年前后，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招工待遇曝光，一线工人月入过万，有五险一金，甚至给全家买商业保险。这在普遍月薪3-5千且缺乏保障的制造业底层引起了轰动。随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代表中国资方的声音，认为外企给这么高的工人待遇会破坏劳动力市场平衡，导致其他国内工厂招不到人，从而损害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这是典型的恶意涨薪。再加上我们开头提到的毅力生工厂3000工人大罢工的典型事件，中国很多工厂资方的丑陋嘴脸一览无余。所以有些中国人会讲中国的资本家最坏，资本天然带来压迫和剥削，搞共产主义是正确的路，你得去找政府劳动部门维权。还别说，我那时候还真这么想过。我当时在厂里找主管厂长，解决问题无果后，真想过直接报警，
然后上劳动局去告他们。可就在那时候，我想起了刚进厂人事给我们做入职培训的画面，人事在台上说过一些特别狂的话，大概意思就是来到我们这个厂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里我们说了算。当听到台下一些新员工的唏嘘声，他为了显得他们有实力，而不是在吹牛，还专门讲说他们厂每年给当地交多少税，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当地政府的主要税收靠他们支撑，这些政府相关单位的人员都靠他们养活，厂里有任何事情，当地都会向着他们。不信你们可以试一试。言下之意就是白道的人是他们的后盾。因为我前面已经撞了几回南墙，撞得鼻青脸肿，我再仔细回想厂里人事的那些话，突然就醒悟了。当地政府怎么可能一点点都不知道？这么大的厂开了几十年，像我这样的情况肯定有很多。就算只有极少人会报警和上劳动局，那为什么这么久了，这个情况依然存在，没人得以解决？这就说明人事的话极有可能是真的。于是我查了网上一些关于告劳动局资料，总结后我就寒心了。虽然很多中国工人没有法律意识，但是不代表所有人，有些人还是会告到劳动局，结局就是工人维权成本太高，资方违反成本太低，很多告劳动局的工人要么放弃，要么被耗死。至于为什么不是先找厂里面的工会，这问题说白了，进过厂的人都知道，工会那玩意儿就是个摆设，是为了糊弄外面的人，其核心存在的意义还是为了维护工厂的利益。毕竟在工会工作的人员任免和薪资都来源于厂里，大家心里都清楚，只是平时看破不说破而已。然后就是最后一层，很多人会说是劳务派遣制度的问题，这一层看上去也没错。通过我们前面聊的完整现象，你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劳务派遣制度对工人有多么大的伤害。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在北京提出，劳务派遣本来只该用于临时、辅助、替代岗位，但现实中早已被普遍滥用，成了企业压低成本、规避责任、破坏同工同酬的工具。所以他主张直接废除这一制度，改成用工单位直接与劳动者签合同。这个建议后来引发了很大舆论关注，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政协委员的建言，没有变成已经通过的法律决定。劳务派遣制度也还在继续运行。当我们把前面那4层问题都聊完以后，不妨再往前多想一步。假如把上述的4个问题今天真的都解决了，那中国工人的处境就真的不会再反复出现了吗？或者说工人的维权困境就真的会一下好很多吗？这个问题我先不急着回答，我想先把我自己后来越来越确定的那个判断讲出来。在我看来，真正的根本问题其实只有2个，一个是工人自己的问题，一个是权力结构的问题。而最关键的不是把这2个分开看，而是把它们2个叠在一起以后，会直接决定这个社会会不会允许工人形成一种稳定且专业、长期且合法，能真正维护工人共同利益的组织力量。听到这里可能有点抽象，没关系，我们一个一个讲，并且在讲的过程中，大家自然就会彻底否定那4个表面问题。先说工人自己的问题，我不是说工人有原罪，也不是说都怪工人自己不争气，我只是基于事实的出发，认为这才是我们看清并解决问题的根本。中国很多制造业的一线普通工人，就是干着流水线打螺丝这种活的人，家庭背景本来就普遍不好，而且自身学历普遍在初高中和中专，从小长大很多都是留守儿童，父母为了养家在外务工，基本不管和教育孩子，就算教育由于父母能力的局限也教育不好，从小由爷爷奶奶带大，成长和教育过程中缺乏陪伴和关爱，没人引导管教，于是早早不上学就进入社会谋生。这会带来什么结果？这里只从工人维权的角度出发，人权意识很差，维权意识薄弱，很多工人连我值得被好好对待这个意识都不强，这是从小成长环境塑造的结果。安全隐患、职业伤害、反复加压、羞辱式管理，在很多小厂和流水线环境里并不罕见，但很多人会把这些当成出来打工，就这样把长期被压榨当成一种正常生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不该被这样对待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那他当然更不容易发展出稳定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联合意识。一个不知道什么是爱的人，也不会爱自己的人，极大概率不会爱别人。我这里不是在骂工人，只是在说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如果工人群体自身长期被训练成原子化、忍耐化、关系化、去权力化的状态，那前面那4层问题就不会产生，因为他连我有资格争，我应该争，这不是施舍，是我的权利，这套底层意识都没产生，只是一切也许就应该这样，他们就不会去维权，那所有关于维权问题就会自动被掩盖。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部纪录片叫《美国工厂》，美国工人看见中国工人在没有做好充分安全防护的保护下，就戴个简单的手套捡玻璃，这就反映了中国工人普遍的人权意识差。再拿一个反例一对比，大家就有更深刻的体会了。疫情时期的白纸运动，很多人都知道，最早、最有组织感、最能迅速形成共同行动框架的，很多都是高校学生和知识群体。这场运动是中国后来解封的关键原因之一。虽然他们的动机都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被吹捧的公共利益，但是从结果看，大家都从中受益了。这不是因为学生天生比工人高贵，而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具备几样东西：更强的人权与维权意识，敢于为了彼此的共同利益更快地形成组织而抗争。说白了，他们更明白，很多利益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是要靠共同抗争争出来的，尤其抗争对象是中国政府。这就说到了第2个根本问题，权力。如果中国今天还是这样一套权力结构，高度集中，一党垄断，上面没有真正外部制约，那前面那4层问题，就算这一刻暂时解决，后面也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长出来。比如劳务派遣，就算被取消，也会有其他新的名字取代，换汤不换药。因为决定一切的不是谁今天心情好不好，而是这套结构本身会不断奖励什么，压制什么。在中国，官方工会体系始终是唯一被允许的工会体系，参与独立工人组织、罢工和集体行动的人，仍可能被以扰乱秩序等罪名处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在一个工人能不能组织起来的开放环境里讨论问题，而是在一个真正有力量的独立组织本身就会被视为风险的环境里讨论问题。所以为什么真实工会在中国极难出现？简单理解，中共不允许。中国是中共一党专制统治的国家，法是党的统治工具，任何有规模的组织都被视为潜在颠覆政权的威胁。而民主国家之所以有真实工会，它能组织各种运动，为了工人利益而抗争，是因为它的政府权力是在宪政的约束下进行的，工会受到法律保护。那么既然没有真实的工会组织，而工人普遍团结抗争，意识差，组织对抗能力弱，那么就算维权也是单打独斗，又或者小范围临时拼凑在一起，他们就无法在维权中赢得更有组织力的中共。简单粗暴理解，一个人抢了你东西，你要冲上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抢回来，结果那个人是个黑社会，背后有一群拿着刀枪棍棒的兄弟支援过来，你唯一能赢的机会就是叫更多数倍于对方的兄弟。虽然你们带的武器简陋，但是架不住你们人太多。所以中国很多的独裁专制统治者总结了一个统治真理：天下是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天下。士大夫就是指天下读书人和任职的官员，得罪天下读书人就极有可能颠覆自己的统治。平常要用利益和特权拉拢，必要时得向读书人妥协。为什么？近代有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洪秀全，他差点把清朝给推翻，他本人就是考了4次秀才落榜的读书人，对未来读书做官彻底死心，从而走上造反之路。现在有白纸运动，全国高校学生自发团结组织起来，要求之一就是中共解封，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所以这就是维权要对抗的权力问题。至于所谓的资本问题，中国从古至今哪个单纯的富人敢跟皇帝作对？有钱的跟有枪的叫板，不是找死吗？如果不主动让利给强权，让他给自己当靠山，就是被圈养随时可以被宰杀的肥猪。换言之，中国的所谓的工厂资本家没有中共的放纵与保护，他们敢跟工人嚣张吗？所以中国的资本欺压工人从来就是个骗人的伪命题。资本不会产生剥削，权力才会。既然在中国，资本都只是中共大哥收编的话事人，那附庸于资本的管理层就是冲杀的马仔。最后，至于不同的劳务派遣公司，就是中共无声当中放出去的打手，负责不断蚕食工人的个体力量，让他们变穷变累，每天为生计发愁，不能变得富有，从而无法形成对抗大哥的力量。你反过来想一想，资本都能被中共训得服服帖帖，劳务的实力远不如大资本家。要是中共真的要解决劳务的问题，就是几句话的事：
况且2026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周世宏提议取消劳务派遣制度，至今未被采纳。不是大哥不知道这件事利国利民，而是本质上中共是专制统治，老百姓强大就能对抗中共的专制统治，只有把老百姓搞得弱小，他们才不会威胁自己的统治。所以到这里你就能理解，很多人说的工人处境与维权的4层问题都是表面问题，而工人自身和中共权力才是根本问题。权力和工人的相互作用下，无法出现能维护工人权益的真实劳工组织，形成对应的力量来抗争强大的专制权力机器。当我们认清了问题的根源，下一步自然是谈解决方案。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信奉一条原则：不承担后果的人没有资格做决定。正因如此，每当我构思这个方案时，都会强迫自己换位思考。假如我就是那个要维权的工人，这个方案我愿不愿意接受？后果是我来扛，风险是我来承担，所以我必须从真实处境出发，而不是在纸面上夸夸其谈。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我想分成2套来讲。一套是从当下现实出发，专门解决工人眼前最突出的维权诉求；另一套是从更长远的未来出发，去谈怎么彻底解决工人的所有维权诉求。先讲第一套，也就是解决工人当下的问题。当下最常见、最容易形成集体维权的诉求，大概就以下几种：讨薪、变相辞退、补偿不到位。另一类人的维权，比如管理层针对性打压、穿小鞋、不给安排加班，后者坦率说基本没有维权的空间。你如果还是要做工人这份职业，能做的只有2条路：去到好点的工厂，如外资工厂，也就是文明程度高的地方，或者在厂里干一个不容易被针对的位置，比如有技术含量的工程师。为什么？这回到了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工人最大的软肋是团结意识极度薄弱，共同利益感建立不起来，对抗不了拉帮结派的权力团伙。这不是我想骂工人朋友，这是现实。你试着想一下，你去找工友说，领导天天欺负我，比如辱骂我，今天针对我，下一个可能是你，又或者其他工友，他会怎么反应？大概率是沉默走开。不是他不同情你，而是这件事跟他眼前的收入没有直接关系，且他的人权意识淡薄，利益眼光太短浅，而风险是直接明了的，收益不巨大。或者他看不到，他当然不会冒险站出来。而且有些工人都结了婚，有家要养，或者眼下非常需要钱，最终都会选择忍耐，就算别人抗争，他们也是看戏。最后这种利益诉求的维权必将失败。但如果你说的是老板欠了你的钱，也欠了他的钱，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利益一旦是共同的，是实打实且明确的，其他有共同利益诉求的人就会站出来。讨薪涉及每一个人的工资，有家庭负担的人更是退无可退。变相辞退、补偿不到位，只要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同时遭殃，同样能凝聚出集体行动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这几类诉求在现实中反复出现。集体抗争，他们踩中了足够多的人、足够大的共同利益这条线，而这条线正是在中国国情下能够撬动集体行动的唯一支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套现实方案首先就不是给所有问题准备的，它主要只能对应集体维权，那种很个人、很零散、很难形成共同明确且巨大的利益压迫。很多时候在当下的中国你无法解决，这话很残酷，但这就是现实。道理说清楚了再说这类集体维权，他们通常有2种常见的维权路径，一种是去劳动局上诉仲裁，另一种就是在厂门口或政府门前集体抗议。第一种告劳动局路径，经过他们大量的实践，多数以维权失败告终。很多工人一去问，流程需要的证明材料一堆，过程中需要反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请专业律师还得花钱，保守点说都要3000到1万左右。仲裁及诉讼周期通常为3到12个月，甚至更久，最后还不一定赢。甚至有一些坚定帮工人维权的公益律师和维权人士，最后都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重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被扣最多的帽子，其目的在于杀鸡儆猴，他的枪必然打出头的领导者，好让对抗组织不攻自破。而对资本方来说，在权力的放纵之下，违法成本很低，可对3000月薪的工人，还有很多工人需要不停工作维持生计、养家还有还债来说，这个维权成本就高得离谱。所以这条路对于一线普通工人来说，路还没走完，自己就先被拖垮了。
所以很多工人转向第二条维权路径，到厂区内部或者门口和政府部门门前集体抗争。根据独立第三方机构通过长期追踪、大数据抓取和实地访谈会统计，全额拿回欠薪的概率低于 15%， 约 40% 的案例以打折拿钱，拿 50%付 70% 并签字闭嘴结案，剩下的 45% 以工厂跑路、维权失败或领头人被捕告终。换言之，这条路大部分人以维权失败告终。那么正确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先通过2个不同的典型案例来理解在中国的国情下成功的核心逻辑。第一个，还是说深圳伊利森3000工人大罢工，从结果上看，伊利森这场罢工并没有真正把工人的核心诉求兑现下来。工人当时最主要的要求很明确，要么恢复加班，保证基本收入，要么如果企业是在用5天8小时，长期不开加班的方式变相逼人走，就依法按照工龄赔偿。公开报道显示，罢工最多持续约8天，参与人数一度达到约3000人。过程中，工人曾通过集体施压，促使被警方带走的工人获释，这算是这场行动里最明确的一次阶段性成果。可是到了后面，公司并没有在核心经济诉求上做出实质让步，反而发出限期返岗通知。在警方介入和持续施压下，参与人数逐渐减少，到2025年12月12日前后，最后一批坚持罢工的工人也被迫复工。所以如果只看最终结果，这场罢工在声势上很大，但在恢复加班、提高收入、依法赔偿这几个核心诉求上并没有真正赢下来，这是失败的案例。我们再看第二个相对成功的案例。2022年11月，郑州富士康因为疫情风控、住宿混乱、奖金兑现争议，引发大规模抗议。公开报道显示，现场参加抗议的工人大概是几百人，抗议方式主要就是聚集、对峙、喊话，有人推倒围挡、砸摄像头和窗户，并与保安、防暴人员发生冲突。工人最不满的核心点是，很多新招工人认为公司后来改变了原本招聘时说好的奖金发放条件和时间，等于招人的时候一个说法，进来之后又是另一个说法。在抗议爆发后，富士康公开道歉，承认招聘环节出现了和薪酬相关的技术性错误。随后，公司提出方案，愿意辞职并离开园区的新员工每人发1万元人民币。几天后，路透社援引知情信息称，超过2万名新招工人多数拿了这笔钱离开。也就是说，这场抗议最后的结果不是工人把原来承诺的奖金完整争回来了，而是公司用一笔1万元的离场补贴，把大量不满的新工人分流出去，平息风波。通过富士康和伊利森这2个案例，我们其实能看清一个很关键的现实：工人抗争能不能成功，决定性的因素往往不是工人有没有道理，也不只是人数多少，而是权力和资本怎么做风险和收益的计算。怎么理解？先说富士康。疫情时期，中国本来就是全社会不满情绪很高的时候，各地小规模抗议不断出现，普通人的生活压力也已经到了一个很紧绷的状态。而富士康工人的抗争又是高度自发的，现场激烈程度越来越高，工人的情绪和行动意愿也在不断上升。这个时候，权力首先考虑的这件事会不会继续扩大，会不会和外部的社会情绪叠加，会不会把小局面推向全社会，爆发更大的抗议局面。如果只是小规模镇压试探，结果发现压不住，反而把工人的怒火越点越大。如果再出更严重的事，比如死人或者有多人严重受伤，就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海内外关注，那风险就不再只是一小群工人抗议，而是有可能演变成全国大范围响应抗议，甚至颠覆中共政权的隐患。所以当时权力真实的态度不是简单粗暴的把人全部抓走，而是更希望这件事赶紧降温，最好由工厂出面撮合，让资本赶紧妥协，把隐患尽快解决掉。而资本这边也在算账，表面上看抗议维权的只是郑州富士康一个分厂，但它背后牵连着什么？主要连着苹果供应链，连着国际媒体的关注，连着全球品牌声誉。富士康背后的很多金主都在盯着这件事，事情一旦继续恶化，代价就绝对不只是一个本地工厂的麻烦，而是会往更大的层面扩散，对富士康造成非常大的经济损失。再加上资本也能看出来，中共大哥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这件事你最好赶紧处理掉，不要继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死顶着不满足工人的要求，
工人的抗议情绪和规模不断扩大，事情继续发酵下去，不只是订单可能受影响，连大哥那边都可能出手收拾资本。既然如此，那不如一次性赔点钱，把事情赶紧了结。所以大家看到的结果就是，看起来是富士康工人成功了，但本质上其实是权力和资本都觉得妥协的成本比继续镇压和继续拖下去更低。再看伊利森，伊利森工人为什么维权失败？因为他面对的风险结构和富士康根本不是一个级别。首先，伊利森发生的时间点和富士康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处在那种全社会情绪高度紧张，到处都在冒火星子的时刻，也没有苹果供应链那种全球品牌和国际舆论的压力。说得直接一点，伊利森这件事在权力眼里就是一个本地工厂的劳资冲突，不是那种可能迅速外溢、迅速升级的大风险事件。再加上伊利森工人的抗议方式相对也更温和，规模虽然大，但在权力看来依然无法对他们产生多大威胁，所以权力的态度就会变成一种很典型的姿态，我先看着你们闹，只要你们翻不出太大的浪，我就没必要付出更高成本去解决你们的诉求。说白了就是一种傲慢的观望，我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工人的权益从来不是专制权力优先考虑的东西，而一旦大哥释放出这种信号，小弟资本当然立刻心领神会，有权力做靠山，态度自然就会强硬。更何况当时中国外贸经济大环境本来就不好，工厂本身就想通过5天8小时变相裁员，把成本转嫁到工人头上，来减轻自身的经营压力。如果答应工人的诉求，不管是恢复加班还是依法赔偿，本质上都意味着资本要真正割肉。这不是一次性掏一笔小钱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长期承担成本，甚至等于承认自己确实是在变相裁员。既然如此，资本最自然的选择是什么？就是顶住，并且不断对工人施压。同时，很多抗议工人都是有家庭的人，有这个软肋在，就容易被拿捏住。而当时富士康很多抗议的人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对资本来说，只要能把这一波工人迅速压下去，后面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裁员、降成本，甚至是1分钱不赔。所以工人抗争能不能成功，决定性的因素是权力和资本怎么做风险和收益的计算，这就是工人维权抗争手段成功与否的本质。所以当我们理解了维权成功的底层逻辑，也认清了当下维权最核心的问题之后，就能进一步谈实操的解决方案，并且大多数的工人的处境都是像伊利森工厂的工人，而非富士康工人的处境。换之言，大多数人没有天使的帮助。第一步，先学会收集证据，要有法律证据思维。工人的一切维权和谈判的根本都是建立在自身正当合法的权益之上。不管你是要和资方还是权力谈判，还是要争取外界的同情和支持，前提都不是情绪，而是事实。你必须拿得出证据，证明你阐述的事实是真实存在，具有信服力，而不是被扣上胡说八道的帽子。具体该收集哪些证据，国内公开网络上其实都有很多资料，这里就不做细致的赘述。关键不是临时抱佛脚，而是要在抗议之前就尽量准备充分。如果是数字证据，你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录音等，一定要多地备份。云端网盘要存本地硬盘和移动硬盘。对于证据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很多一线普通工人所严重缺乏的意识和认知。第二步，关于组织一定要符合中国现实。中国很多工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工人，不会翻墙，更不会统一使用海外的隐蔽联络工具，比如用虚拟手机号使用电报，核心目的规避国内网络的监控。而微信这种国内联络工具本身又存在很强的监控风险，所以不要轻易在上面暴露具体组织行动计划。更现实的办法往往还是传统的线下交流与联络，确立行动方案，然后怎么和资方谈判，能让双方都相对满意，能让资本一次性赔偿。了解此事，我们之前分析的富士康和伊利森的案例，大家就能深刻体会到这点。同时，组织方式要尽量去中心化，大家是真心自发，不要形成明显的单一领头者，因为在中国现实里，最容易被重点打击的，往往就是所谓组织带头人。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你们的诉求锚点一定要尽量围绕工人和资本之间的具体纠纷展开，比如工资、工时、赔偿、安全、社保、待遇，不要轻易把问题上升到更高层面的政治对抗。
因为一旦上升，事情的性质就会彻底变化，到时候权力就不再是观望，而会直接站到彻底压制的一边，而你们的力量却太过渺小，必然失败，甚至多数被抓走坐牢，对自己和家庭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所以在现实中，只有当问题还被限定在劳资纠纷范围内，权力才更可能先让资本和工人自己解决。第三步，对抗资本。第一种方法就是打他最怕的经济和品牌风险。当我们把矛盾集中在资本这一层，就不要火力分散，要先搞清楚这家工厂到底在生产什么，它是做成品还是做零件，客户是谁，产品流向哪里。如果是给国外品牌供货，或者产品直接面向海外市场，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你可以把工人的真实遭遇、抗议证据、视频材料整理好以后，发给相关品牌、厂家或者终端客户。很多国外公司官网上都有公开的联络方式、投诉方式，尤其是大品牌，往往都有供应链、合规、人权、工人权益相关渠道。如果它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成品，那就可以把问题直接指向这个产品，让外界知道这个产品背后的工厂是如何对待工人的。如果它只是某个零件供应商，那就可以进一步把问题打到它的下游终端品牌上，让终端品牌知道继续使用这家工厂的产品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声誉风险和消费者抵制风险。同时还可以把真实情况公开出去，比如提醒外界不要轻易进这个厂，让更多人知道这家厂真实的待遇和问题。但这里有一个关键，这一步的核心不是胡乱放狠话，而是让厂方知道你们手里掌握的是真实材料，而且这些材料一旦你们对外放出，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和品牌损失。这就是谈判的筹码。第三步，对抗资本。第二种方法就是针对真实存在的监管问题。如果第一招还不够，那就盯住工厂真正存在的问题，比如消防、安全、劳动违法、超时加班、工资发放、社保这些。前提只有一个，你都对相关法律有一定认知，而且必须是真实的，而且你手里必须有证据，这一点很重要。不是为了整人去编造，而是要抓住它本来就存在的问题。具体的相关法律，国内的 AI 和网络都能公开查到。如果工厂确实有这些问题，那你们就要在抗议前尽可能把材料准备好。一旦这些问题被大家全面持续举报、持续追查，工厂就会不断面对检查、整改、复查、罚款和管理压力，甚至可以发动海外媒体帮助，大范围帮助举报。比如大家可以向海外媒体进行投稿，特别是针对国内抗议维权类别，比如李老师和昨天，就算资方和当地政府有关系、有保护，也不是无限的。一次、两次能压，次数多了，他也会觉得麻烦，甚至会发现继续硬顶下去的成本越来越高。而这就是工人谈判的重要筹码之一。说白了，不是求谁主持公道，而是让工厂明白，如果你不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吓唬你，你后面的麻烦会越来越多。但这里一定我要额外强调，绝对不能做任何威胁、放火、伤人、打砸、报复、恐吓之类的暴力事件。就算只是嘴上说说，哪怕只是暗示、阴阳、吓唬对方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话说到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原本这是工人基于合法权益进行的维权，外界的道义、事实、证据本来都可能站在你这边，可一旦你开始说放火、伤人、报复，哪怕只是口头威胁，对方就立刻可以把焦点从合法维权全部转移成工人在威胁公共安全，工人在搞恐吓。到了那一步，原本属于工人这边的合法性会被你自己亲手毁掉，厂方会更强硬，权力也会更容易直接站到资本那边。所以这一条必须说清楚，这不是更猛的一步，这是把自己送进最不利的位置。如果前两步已经有效，就坚持前两步；如果前两步还不够，就继续扩大真实证据、真实举报、真实外部施压，而不是走向这种危险做法。把资本这层处理完以后，还有一个不能漏掉的对象，就是资本转嫁成本与风险的劳务派遣公司。它不管叫中介、人力资源还是人才招聘等名称，只要最后跟你签合同的是劳务，他们就算一个整体。劳务这一层工人反映的最大问题，通常是承诺的返费和奖金不兑现。至于工价以合同为准，其他不要信。很多工人进厂，很多时候就是冲着这笔钱去的，结果招你的时候一个说法，进厂以后又换一个说法。
总而言之，就是你拿不到这笔钱。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是把火力分散，而是把锚点盯死在劳务公司身上，而不是盯着劳务下游的那些小中介、门店、代理身上。因为极端情况下出事，他们最容易跑路，因为他和厂区是长期绑定的，他不是那种拉完人就跑的小中介。真正跟你签合同，在厂里设点办公，长期靠这个厂吃饭的劳务公司，通常很难说跑就跑。他后面还要继续跟厂区合作，还要继续招人，还要继续做这门生意，所以他比那些下游小中介更怕事情闹大。这个时候，如果劳务公司还不解决，你就可以联合工厂这边一起施压，再把事情继续往外扩散，比如找当地媒体，投诉当地政府，投诉劳动监察，目的是让劳务公司明白这件事再拖下去，影响的不只是眼前这一笔钱，而是他后面整条饭路。说到底，劳务相对资方实力更小，抗压能力弱，他最常用的手段通常不是正面硬扛，而是欺骗、拖延、吓唬、甩锅。也正因为这样，一旦你把证据抓实，把责任盯死，把压力持续往上加，劳务这层问题相对资方就非常容易解决。最后还要对于抗争资本强调一点，我提供对抗的资本方法，大家还可以自行发挥，其核心就是要把维权对抗的力量缩小，把中共大哥和资本小弟区分开来，通过举国旗、喊口号麻痹大哥，并且把它架在道义的制高点，把它的力量限制在最小，最终让资本认为向工人妥协谈判，而不是镇压，是最好选择。如果大家集体维权，无法和工厂负责任谈判，也就是不和你们沟通，此时你们可以先制作标语横幅，在工厂工人下班人流量大时把标语举起来，如果此时还没有人回应，就打电话报警，让警察介入，先到工厂负责任，和他们谈判。注意在表达和呈现上要始终把自己放在正当维权的位置上。还有人会问，你前面提到2个核心问题之一是解决权力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革命，推翻中共的专制权力？这个问题说到底很简单，我们先不说革命会不会成功，革命不是打嘴炮，它是要出钱、出力、流血、承担后果的。这些代价不是别人承受，而是现场的那些普通工人自己和家庭承受。以他们当下的资源、人数、组织条件，更重要的没有天时，真要往那个方向硬冲，就是白白牺牲。如果鼓动别人去送死，他们会为此事承担责任和代价吗？他们自身和家人会以身作则吗？他们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代价。如果答案全是否定，听一下就行了。工人朋友们切记，保护好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永远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我们聊完了如何解决工人当下的维权方案，就该谈如何彻底解决工人的维权问题。我们聊到过，工人维权的根本问题是中共权力和工人自身的相互作用。在中共一党专政和最高领导人个人独裁的国家权力制度下，决定了工人根本不可能拥有真正独立的组织权、谈判权和反抗能力。相反，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底色，会不断打压削弱工人的力量。在这种制度下，工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没有真正能替自己说话的组织，也没有真正稳定可靠、能长期对抗资本的制度出口。所以工人今天就算争回一点工资，争回一点补贴，明天照样可能被打回原形。因为只要中共还在，工人就始终是被权力压着的，永远不可能真正翻身。所以要彻底解决中国工人的问题，中国公权力的专制制度必须转型成民主宪政制度。至于中国未来能不能转型成功，要付出多大代价，说实话，没有人能提前下定论。但如果未来真的出现中共倒台、旧权力崩塌、新执政力量接手的阶段，这就是最好的行动时机。站在工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角度，最有意义也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在政权的合法性上，集体在言论上发声，明确支持真正走向民主宪政，能够让中国人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力量。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非常重要，工人自己必须先有判断能力，而不是被新的政治力量玩弄于股掌之间。具体判断方法，我以前详细做过一期视频，叫做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式权力阻断，在受精卵阶段详细说过，这里不赘述。至于此举，中国未来是否会得偿所愿，尽人事，听天命。第二，解决工人自身的问题。很多工人今天最大的问题不只是穷，也不只是累，而是脑子里还被中共那套东西所洗脑。
人权的意识和抗争意识淡薄，实际组织对抗能力也很差。所以工人必须先接触外面的信息，必须学会翻墙，看不同的观点，把自己的脑子打开。这个过程肯定会很难受，一开始冲击会很大，甚至接触到海外一些极端信息，会愤怒，会排斥，会非常不适应。但这是一个思想觉悟的正常过程。随着大家接触不同的信息和观点增多，独立思考能力趋于成熟，慢慢的就会有思考鉴别能力。另外，在中国国内可以多看或宣传对比外国工人的视频，两者在劳动权益上有何不同，这样会刺激工人反向思考。当然，只有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保障言论自由，才能彻底打开工人思想的枷锁。因为工人连人权意识都薄弱，连自己为什么被压榨都说不明白，那就更不可能谈怎么什么团结、组织和反抗。最后，假如中国走向民主宪政，同时工人的思想彻底解放，尤其是在人权意识上得到巨大觉醒，真正关键就来了，公权力必须在宪法下真实保障工人的独立工会，工人可以自由组织和交流，通过集体代表谈判、罢工游行等合法手段，形成强大的组织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所以这件事说穿了就一句话，中共不倒，工人的问题就不可能真正解决，工人自己不觉醒，就不会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抗争。视频最后，我想说的是，从中共1949年建立政权到今天，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高速发展，很多人都在歌颂中共的领导，歌颂企业家的能力，歌颂各领域精英的奋斗。可是在这套宏大的成功叙事里，中国工人这个群体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是只要大家理性思考，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真正腾飞的关键之一，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世界工厂这4个字不是简单的标签，背后是无数工人一天10个小时左右的劳动，是以血汗工厂为代价，是几代人的背井离乡和青春，也是无数留守儿童和破碎家庭的付出和牺牲造就出来的中国经济奇迹。中国人管他们叫人口红利，无数人吃着他们的人血馒头。所以对中国的资本和精英来说，你们最不该做的就是一边享受中国发展的红利，一边把工人当成可以无限消耗、无限替代的工具，而是应该主动善待他们。当然，我这里不是用感情打动你们，也不是讲社会责任和义务，你们很多人不在乎，你们只相信利益。如果你们把工人逼到活不下去，把剥削和压榨推到极限，那最后引发的社会不满、抗议和冲突，迟早也会反过来伤到你们自己。难道你们连这点长期眼光都没有吗？而对于中共，你们尤其没有资格忘记工人，因为你们自己在宪法里写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你们自己最明白，你们政权最核心的合法性叙事之一就是工人。可现实是什么？我不需要多说，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你们制造的。如果你们不善待工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们今天怎么爱工人，等你们倒台时，工人就会乘以数倍的爱回去。